欢迎您收听民间恐怖故事。各位听友，你听说过祖坟冒青烟这句话吗？我曾经听家里面老人说过，所谓的祖坟冒青烟并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确有其事。这大概的原理呢，就是下葬的位置选择的风水不好，不积水，当坟墓进水的时候，水会被蒸腾成蒸汽飘上天空中，再加上阳光的折射，就变成了青烟了。我呢倒是没有亲眼看过哪个坟头冒青烟，这青烟究竟有没有这种玄乎的事情呢，也并不确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能确定的，这祖坟的位置也就是风水如何，确实是会有些影响的。那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就是源自于我家附近的一个村子发生的一件真实事件。那是2006年左右发生的一件事儿。当时我家附近要修一座高铁站，附近村子呢有很多地就全都被规划了进去，其中就包括老莫家的祖坟。拿到巨额的赔偿款之后，老莫就开始感叹，果然是祖坟冒青烟啊！人到中年了，竟然又发了一笔横财，是祖宗保佑自己，但祖坟冒没冒青烟，老莫就不清楚了。这祖坟要搬家，给修建铁路腾地方，这确实是真的。在找了一个风水师傅指点一番之后，老莫就叫上了几个村里的青壮，准备把坟刨开，给他入土为安的先祖搬个家。当时是中午，日头高挂，正是一天中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之所以呢选择在这个时间也是因为那位风水先生的指点，说是棺材在底下深埋已久，聚集了大量的阴气，普通人呢被这阴气一冲，重则折寿，轻则重病，所以需要在正时时分开坟，用阳气对冲阴气，才能保证人的平安。这也不知道是不是坟包存得太久了，老莫一铲子挖上去，竟然感觉到了非常大的阻力。铲子起起落落之间，甚至还能看见泥土既有弹性的一颤一颤的，就好像他们挖开的并不是土，而是一块巨大的肉一般。挖到一半，四周忽然刮起了一阵邪风，把地上的叶子卷了起来，在半空中打着旋儿。而且这风呢，只在挖坟的几个人的周围转悠，稍微远一点3米开外的地方连草叶都没动一下，非常的怪异。这老莫小时候听长辈说过，要是烧纸上坟的时候看见这种风，那就是有小鬼来抢钱了，得赶紧多烧一些，好把他们打发走。于是老莫就掏出了腰间的一沓纸钱，放在这风起的地方，就要点着。可是这打火机好像是出了什么问题了，吧嗒吧嗒的按了好几下，就是打不着。这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盒火柴，点着一根，那股邪风又刮了过来，就把火苗给吹灭了。一帮人赶紧过来围挡着风，好不容易才把纸钱点着。可是这烧起来的火苗竟然是绿色的，还发出了一种噼里啪啦的响动。这个气氛就变得有些诡异了请来几个帮忙的人都打起了退堂鼓，纷纷地说道：哎呀，老莫这也太邪门了吧！我不干了我不干了！老莫用求助的眼神看向了一边的风水先生。那位自称风水先生的老头掐指一算，翻了翻白眼儿，说道：哎呀，这就不好办了呀。你家闲人说了，他不想搬家呀。哎呀，这不搬家哪行啊？这以后要是修了高铁，天天来来回回的那么多人，那我老爷子岂不是又天天被人踩在脚底下了？
那我家还能有好日子过吗？这也不是没有办法，就要看你敢不敢做了。一听到还有办法，老莫就来了劲头，赶紧换上了一副谄媚的笑脸，问道：先生，您说，我胆子大，我什么都敢做。这个呢，给死人搬家呀，是有讲究的，跟活人一样，得经过人家同意才行。这不，现在你家老爷子不同意，你就得说服他。这样吧，你们呢，先把坟挖开，然后躲开点儿，让老莫自己跟他老爷子聊一下，等会儿再烧纸钱，要是没了绿光，那就是办成了。几个人听罢，点了一下头，接着挖坟。把坟头彻底的刨开之后，坟里面一下飘出来了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味，那种独特的尸臭的味道让人脑袋发昏。几个人赶紧捂着鼻子走远了，只留下了老莫一个人对着那口已经有些腐朽的棺材板儿。棺材板上面布满了裂痕，甚至还有一个大洞，也不知道是被老鼠啃出来的，还是被泥土里面的潮气给泡烂了。老莫就这么四脚着地趴在坟边上，对着棺材小声的嘀咕：老爷子，咱们搬个家行不行了？人家要修高铁站，人来人往的，你总不能让人家踩在脚底下吧？你就听我的啊，跟我走，保准是个好地方，比这里可强多了呀。嘀嘀咕咕地说了半天，老莫的腿都酸了，但是仍旧有些不放心，又凑近了一点。可是还没开口，他整个人就从坑边上滑了下去，手一下就按进了那个大洞里边。老莫当时就吓傻了，哇哇地乱叫着，一个劲儿地挣扎，可是他的手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抓住了似的，怎么也拔不出来。他的手心里还传来了一股滑不溜秋、又软又黏的触感。在远处看热闹的几个人一瞧，赶紧跑过来帮忙拉他。可是棺材里的东西似乎是在与他较劲儿，外面多大劲儿拉，里面就有多大劲儿的拽。4、5个大小伙子一起发力，老莫竟然还是纹丝不动，胳膊依旧是卡在里面没法出来。行了，我可不要断了这里面有东西使劲啊！突然间就听见咔的一声，老莫终于被拽了出来，可是那棺材板也跟着老莫一起从坟里拽了出来。几个人往里面一瞧，顿时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这棺材里面埋的尸体不知道埋了多少年，不仅没有烂透，反而是风干成了干尸了。而且最诡异的是，尸体的头发、指甲还有嘴巴里面的牙齿都长长的，一根一根的都从嘴巴里面刺出来，颗颗尖锐无比。再看一下老莫的那条胳膊，上面密密麻麻的布满了牙印子，而且还都非常的深，血正在哗啦啦的往外冒着。老莫是疼得呲牙咧嘴的呀。一旁的几个人一看这场面，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大叫着：尸变了！老莫也懒得再理会他们，胡说八道，自己趴在坟边一看，也是被吓得冷汗直流啊。他赶紧把风水先生拽了回来，问他这是怎么回事。风水先生也是一脸恐惧的神色。你犯了大错了呀！你这坟的风水不好，积的全都是阴气，这是尸变了呀！那怎么办呀，先生？你得救救我呀！现在就只能硬着头皮迁坟一贯了。
没有办法，老莫又回去把刚刚跑的几个人全部又请了回来，承诺迁完坟一个人2000块钱，他们这才勉强跟着回来。在迁坟的过程中倒是没再发生什么怪事儿。可是刚把坟头的土填上，几个人就不约而同听见了一阵咚咚咚的声音。再仔细一听，这声音竟然是从脚底下传出来的，这刚埋下去的棺材竟然被敲响了。与此同时，老莫也开始怪叫，就看他整个人忽然一软，躺在了地上，浑身抽搐起来，身上的皮肤也突然出现了非常多的牙印子，还在往外面冒血呢。看到这里，几个人当下就被吓跑了，其中也包括那个风水先生。老莫就这么躺在地上，嗷嗷叫了半天，才慢悠悠地爬回了村子。可是人却已经疯了，他见人就说：嘿嘿，跟我走吧，啊，跟我走吧。后来人们才知道，那坟呢，根本就不是老莫家的先人，而是老莫为了补偿款乱认的一座无主的孤坟。而老莫至今也依旧还在村子里面游荡着，他逢人便说：跟我走吧，跟我走吧。好了，各位，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如果你有类似的灵异恐怖故事，欢迎私信，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多多评论，多多交流。订阅关注，别忘了。晚安。